嘿，冒险家们！上一集我们聊到，如果一个外星文明活得够久，他们应该会升级成 Level 3星系文明，他们的飞船会像蜜蜂一样填满整个银河系，对吧？但是这里有一个超级大的问题，当我们抬头看星星，打开无线电望远镜去听，没有飞船，没有戴森球，没有 Hello 地球人，宇宙安静的可怕。这就像是你听说有一座超级热闹的迪士尼乐园，里面有几万人，但当你推开大门进去，发现旋转木马在转，灯亮着，但是一个人都没有。这就是科学界最著名的悬案——费米悖论。那些外星人到底去哪了呢？1950年，诺贝尔奖物理学家费米在吃午餐时，突然问了一句：大家都在哪里？让我们来算一算数学。我们的银河系已经130亿岁了，而地球只有45亿岁，也就是说，有很多星球比地球老了几十亿年。只要其中有一个文明比我们先出现10亿年，这在宇宙时间里很短，他们现在应该早就把银河系殖民完了。他们的飞船应该已经停在我们的月球上了。宇宙里的星星比地球上所有海滩的沙子加起来还要多。照理说，宇宙应该拥挤得像尖峰时刻的捷运站，但为什么我们看到的却是一片死寂？科学家提出了3种最可能的解释，每一种都让人有点背脊发凉。第一个解释，因为他们都 game over 了，这就是著名的大过滤器理论。这个理论认为，生命在升级的过程中会遇到一道几乎过不去的难关，这就像是游戏里的地狱级 BOSS。99.9% 的文明在遇到这个 BOSS 时都惜败了，然后灭绝。也许当一个文明掌握了核子武器，或者发明了超级 AI 之后，他们通常会在学会星际旅行之前，就先把自己炸毁了。还记得我们第1集说的吗？不团结可能就是那个大过滤器。我们没看到外星人，是因为他们都没能通过这场考试。第2个解释比较没那么可怕，但有点尴尬，这叫做动物园假说。也许外星人早就发现我们了，他们的飞船可能就隐形在地球轨道上，但他们把地球划成了一个自然保护区。想想看，当你在路边看到一窝蚂蚁，你会停下来跟蚂蚁解释什么是智慧型手机吗？不会，因为蚂蚁听不懂。对 Level 3的高等文明来说，我们就像是蚂蚁，他们遵守着一条宇宙规则，只观察不打扰。他们在等我们长大，等我们学会爬出这个蚂蚁窝，才有资格跟他们对话。第3个解释是最孤独，但也最励志的。也许没有大过滤器，也没有动物园，我们就是宇宙中第一批醒来的文明。早期的宇宙太热、太危险，充满了爆炸，生命根本活不下来。直到最近几十亿年，宇宙环境才刚好变舒适。所以外星人不是躲起来了，而是还没出生。如果是这样，那我们人类的责任就超级重大了。因为我们不仅是这场游戏的玩家，我们还是未来的老祖宗。我们是宇宙这片黑暗森林里点亮的第一根火把。这3种解释，你相信哪一个呢？是我们面临着灭绝的危机，还是外星人正在看着我们？又或者我们是孤独的先驱者？不管答案是哪一个，这个沉默的宇宙都告诉了我们一件事：地球上的生命是多么珍贵且独特的存在。但是冒险家们，请试着想象一下，如果明天早上这个沈默被打破了，如果一艘巨大的飞船真的出现在台北101的上空，我们该逃跑还是该说 Hello？ 下一集 PecoCo 要带大家进行一场更刺激的模拟，如果我们遇见外星人接触指南。我是 PecoCo， 这里是小朋友大冒险，我们下次见。